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，我是以赖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来南方澳买鱼回家吃。这里有白码头，但是这个已经卖掉了，放在这里只是保存而已。还有小的恰章，旁边还有一些青鱼，但都已经成交了。现在很多鱼贩都是用赖在卖鱼，这一种拼的不是价格，是品质。那就再去另外一间我常买的看看。另外这一摊有很多定制网的鱼。今年的烟仔虎都很大，3-5公斤的烟仔虎以前是很少见的。这一摊有小一点的鱼，这种处理起来很快，回去弄一下，当天就能吃。我今天想要轻松一点，不想买太大的。这有一尾海鲶鱼，身体还很僵直，眼睛白色是被冰块直接碰触，不是不新鲜。我还挑了狮子鱼跟凤梨。这里有一尾蛙米，唯一的一尾，我原本有看到打铁婆想要买，老板说她婆婆要吃，不卖。天气好的时候鱼货就比较多，甚至还会有活体。这里有活的石鲷鱼，很大尾的鱼这里也有一点。转过来一拍鱼市场里面看看，有竹夹、尖梭，但是有点小。状态都非常好，右边这一盒呢是拖网的鱼货，有安康啊、活管、角鱼。虾子船还没有进来，进去晃晃，杀时间，再过来看看有没有虾。像这样子用冰块泡着的鱼是我最喜欢的状态。这里有鲤鱼啊、乌鱼壳。今天有很多跟土托一样大的烟仔虎。这里有好东西，大尾的桥碎鲷，身体算硬，闻一下没有味道就可以买了。处理桥碎鲷很费工啊，鱼鳞、尖刺都很麻烦，所以我尽量买大一点的，花差不多的时间能得到更多肉。这个白带鱼从中间提起来，两边几乎都没有下垂，全身闪闪发光，这个不用讲也看得出来状态很好。一直持续有船进港，厕所旁边有一排座位可以坐着等。虾子进来了，这一船全部都是胭脂虾，买个2公斤就回家处理了。先把鱼放进车上的保丽龙盒，再去附近吃饭。回家优先处理很容易坏的虾子。胭脂虾的头有很长很尖的刺，后面还有一排锯子，拿的时候容易被刺到。我习惯都先剪掉，吃的时候安全一点。虾的个头越大，危险性越高。然后虾脚、虾须也都剪掉，这样整尾虾看起来干净很多，存放的时候也更省空间。头跟身体分开的容易坏，单独挑出来当天吃掉。深海虾都是拖网捞的，虾头被拉扯到很常见，当天吃掉就好了。虾头不要丢掉，还可以留着煮汤。虾子洗过分成一盒一盒的拿去冷冻。接着处理鱼。今天买到2种以前没有吃过的鱼，蛙米跟海鲶鱼，我是第一次买到。这些鱼的状态都非常好，而且整个购买的过程花不到30分钟，也不用大半夜去买，所以我很喜欢南方澳渔港。鱼法多样化，鱼种也多样。这个是狮子鱼，鱼头充满了尖刺，眼睛突出，黏膜完整，中文名称乐氏梭游。这个是蛙米，中文名称是异丝钻嘴鱼。这个上翘的鱼嘴是很好认的，另外它的第一根背鳍特别长。凤梨鱼、博士巨鳞鱼，也有人叫它铁甲。那这些鱼在各地的名称都不太一样，记几个重要的特征就好了。如果当天要吃没有要熟成的鱼，可以请鱼贩帮你去掉鱼鳞就好，但是我已经习惯自己弄了。鱼新鲜的话，鳞是蛮容易去除的，除了少数的鱼种。查资料的时候会发现呢，长得很像的巨鳞鱼就有10几种。鳞片呢，有一边是锯齿状的，跟皮连接得很紧，很难刮掉。先用热水烫它会容易一点。这个是海鲶鱼，
中文正式名称是多须幼鱼。我看过有人叫它雪鲶，但是我查了一下，它是幼胃科的，跟鳕鱼没有关系。也许是因为吃起来像才这么叫的。那这个鱼鳍很像皇帝鱼，身上的黏膜很多，不确定有没有鱼鳞，好像没有，但是一直有摸到一点的感觉。那其实这是有鱼鳞的，但是很小。这样一次把所有的鱼鳞都敲完，再开始杀鱼，才不会又把鱼鳞粘黏回鱼上。那最近经常被问到有关渗透膜的使用，或者是叫脱水膜。我很久以前有买一大一小2盒，但是我很少用。一来是因为它不便宜，再来是觉得没有必要。在短时间内想要抽出肉里的水分时就可以用，或者让肉保持干燥时也可以用。那其实我在影片里都有说过，熟成鱼主要的用意不是为了要排出肉里的水分，足够的水分才会让鱼肉保持弹性。水分太少，肉会变得难吃，什么肉都一样啊。所以渗透膜是主动把水分吸附进去的，而包纸巾的作用只是为了让鱼不要泡在自己渗出的水里，被动的接住那些水，所以整个过程减少的水分并不多。这个海鲶鱼的肝看起来蛮肥的，这有一个疑似寄生虫的印子。这个是鱼标，把内侧的黏膜刷干净可以煮汤。而且渗透膜能吸的水分是固定的，如果几天一直包着都不换，水超过它能吸收的量，最后鱼的外侧还是会湿湿的。那如果你1天2天换一次，中型鱼一次就需要2-3张，光是膜就要好多钱了。我完全没有考虑哪种做法。那今天买到很赞的白带鱼，这超棒的。我在剪接这部片的时候，正好把当天处理好的拿出来吃，即使冷冻了一段时间，依然非常好吃，一丁点腥味都没有，肉质像松软的蛋糕。这一批白带鱼我打算全部都做熟的，用一个更快的做法来保存。先从排泄口切一刀，这样子比较容易把内脏拉出来。分成2段再做放血，简单很多，血流掉得很彻底。即使是冷冻过后再解冻时，都没有血流出来。排泄口往前的这一段是有内脏的，那些轮切，把内脏推出来。这样子的做法可以保持鱼肉的完整性，之后做熟食会比较好看。我看土托啊、蚵啊，很多鱼贩都是这么切的。腹膜撕掉，血盒割开，然后那个血块用刷子刷一下，这样子就处理好了。排泄口后面的那一段呢，没有腹腔跟内脏，直接切断就好。剪掉背鳍，整个干干净净的包起来。前一阵子的影片都在想办法搞大场面，感觉有一点累，而且收视率并没有非常高，因为不论是多大的场面，观众都还是有厌倦的时候。华丽的食物看多了，最后难免有一些麻木，所以干脆拍一些日常自己吃的，简单搞，轻松自在。那观看没有那么高也没关系，反正能持续上片嘛，保持进步的动力才是最重要的。那这几年想拍的企划几乎都已经拍了，那有一些想拍却还没有拍的呢，要么就是人不够，要么就是钱不够。不过我也不急。日子过着呢，总是有各种的机缘巧合降临，时间走着，慢慢机会就来了。那这个海鲶鱼是里面最难切的，鱼肉很硬，鱼肉跟鱼骨连接的非常结实，切割的手感跟鳗鱼很像，要来回多划几刀。它那个身子长又很滑，很难弄，所以呢，先切一半，后面的直接蒸。那这个鱼外观看起来很普，而且鲶鱼总是会让我联想到土萨，结果切开来呢，肉非常漂亮，没有放血，居然也非常干净，鱼肉充满了弹性。
切一半的背肉来做生鱼片看看，看起来很像比目鱼哦。拉鱼皮的手感也一模一样。那剩下来没吃完的鱼怎么办呢？通常我就是赤条条的放在冷藏冰箱里，然后隔天再拿出来吃。那因为很多人一直问，我就一五一十的回答你。我今天还处理了4尾桥碎鲷，有很多的边角料、下巴、鱼尾、腹膜，差不多要分2天吃完，随便干煎一下，香得不得了。今天的鱼肉用手压一下就能感觉到硬，炙烧一下会软一点。这个鱼切的有够随便的啦，没有关系，能赶快吃进嘴里才是重要的。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懒得用酱料碟，酱油直接淋上去就吃了。那当然是用裕泰特级白酱油，直接淋上去也不会死咸。这个鲶鱼第一次吃，看看情况再决定。红色的鱼加热呢都会特别的香，有浓烈的海味。不要小看这些边角料，撒点胡椒盐，给肉都不换。